秋季有选择性的可以对一些树进行嫁接，这些是老鸭和金蛋子的枝条，准备改良金蛋子品种，用金蛋子嫁接老鸭。树桩嫁接最佳的季节在春季，秋季在10月前进行，只是嫁接的时间比较短，对一些需要嫁接的树有一定的限制。这本是普通的圆果型金蛋子，把它嫁接成血红果，这个品种的果实比较稳定。这是今年生长的枝条，留3至4公分。在秋季嫁接，最稳妥的方法是劈接法，深度1公分左右，刀向外撇一下。结会是今年见果的枝条，对结会最好是2刀成型，留1对芽点。芽点的上部留半公分左右，用刀尖把它挑开，短边朝外。结会要选择粗壮的枝条，插到底，接收紧密，嫁接后愈合会更快。嫁接成功的关键是一侧的皮层对齐，像这样形成完全吻合。膜一定要长紧。秋季嫁接成活没有春季那么快，遇气温降低，有可能延迟到早春发芽。结会一定要包扎好，防止水分的蒸发。树桩嫁接成功与否是看嫁接口的皮层愈合。愈合能力的形成在树的生长季，气温在25度左右最旺盛。这个愈合条件在春秋2个季节都会出现。在南方地区，像金蛋子、老鸭、榆树，一般在11月份生长基本结束，赶在这个时间段嫁接是可行的。这可是金蛋子嫁接的老鸭，与金蛋子的嫁接方法基本一样。老鸭在秋季嫁接，最好提前1个星期把树叶摘掉，这样结会枝条所储存的养分会更加饱满。嫁接后有一点要注意，无论是春秋，嫁接之后不要对树桩施肥。秋季嫁接后可以放在阳光下养护，那样出芽会更快。这是朋友送的一棵榆树，看中了这个桩型，有点遗憾，是一棵大叶榆树，做时尚林造型培育，枝条的粗度达到，也准备嫁接改良。先对枝条取舍，按丛林布局选择枝条。2种榆树的对比，这是大叶榆，叶大稀疏，像丛林、小盆景，粗枝不密集，在造型上的选择性就比较小。做小而精的造型，这个品种的表现力不会很强。这是南方地区的小叶兰榆，这个品种的叶小，叶比较厚实，粗枝密集，就用它来嫁接。由外向内斜切一刀，深度达木质部分。选择今年生长已经木质化的枝条，结会修长点，从这里补一刀，顺切口一侧插进去，插不动为止。出芽的部分留1公分左右就可以。在秋季嫁接，针末稍微留长一点，可以多保留一些养分，把它扎紧。在秋季小阳春结束前，榆树的愈合能力和萌芽能力都比较强，嫁接半个月左右就可以长出芽来。我是山泉龙山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